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。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4号。根据最新的解密文件，今天咱们聊一期世界军事史上的趣闻。没想到啊，我堂堂大美利坚合众国，居然也用瞒天过海这样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他智取了2架苏系王牌战斗机苏2·7，北约代号侧卫。今天故事的主角啊，他就是侧卫。世界的军迷没有不知道的。如果说美系的战斗机当家花旦是 F-16的话，那苏系战斗机的当家花旦，它必然是苏2·7呀。至于说米格29啊，那也只能是往后排的。因为苏2·7后期的衍生机型就包括人们熟悉的苏30、苏35、苏34，还有一系列的战斗机。自从1985年服役到现在，整整过去40年了，它仍然是多个苏系5系国家的王牌战斗机，包括现在的中国、俄罗斯、乌克兰。要听到这儿啊，你可能就有个疑问了。你说这个战斗机苏系武器向来有吹嘘参数的这毛病，它是否名留副实呢？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性能参数。它一上市就在全球的军贸市场上引起了波澜，大家都想买。当时的前苏联啊，就是一个字儿，它不卖。这属于国之重器呀。因为它上市的时候就实现了有20多项的记录，打破了它的参数，超越了当时美国的王牌战斗机 F-14、F-15，那时候 F-16啊还没上呢。这种武器它体现在哪儿呢？首先啊，这是一款高机动性的双发战斗机，它能实现2.35马克的超音速，飞得快吧？第二，人家航程也远。当年在巴黎搞了个航展，他从俄罗斯直接飞过去，表演完了以后又飞过来5000多公里，没事儿，不用空中加油。第三个也非常重要，它的载弹量奇高，它既可以做空中格斗，身手非常灵活，也是一个对地轰炸与攻击，它就是一个多面手。那你要说光听参数你没感觉，实际上在世界战斗机的历史上，它有2个传奇。第一个传奇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手术刀。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？是1987年的9月13号。挪威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，从49年啊一直和苏联就是对着干的。冷战时期啊，他经常在巴伦支海的公海区域去侦察这个苏联的动向，因为苏联好几个舰队都在那边。那苏联肯定不同意啊，他就派出了刚刚服役2年的这苏2·7啊上去就拦截驱离。但是啊，你别忘了，那毕竟它是公海上空啊，你让我走我就走，你能飞我也能飞。这个俄罗斯啊，当时叫前苏联飞行员一看不听招呼是吧？那我就给你来个硬的。你都想不到啊，他直接飞到这个 P3 战斗机啊，那个叫反潜机的下边，咔，直接用那个尾翼啊来了一个开膛，瞬时间把这个反潜机的右发动机直接给豁开个大口子，然后呢，螺旋桨就飞了一地。这个战斗机啊，就是这个反潜机，就瞬间失去动力，一头就栽向了大海，然后呢，下降了有3000多米，距离坠毁还有1000米的时候，那个飞行员勉强把它给救回来，然后呢，飞回了挪威基地，幸亏是没出事儿。这就说明什么？苏2·7这飞机是真结实呀，它后边那个机翼啊，就像那个刀一样，咔，给这反潜机来了一个开膛。自此以后，这北约的飞行员啊，一听说苏2·7来了，心里都有点打哆嗦，都知道这款飞行战斗机啊，
战术非常灵活，而且机身特别结实，千万别让它再给开膛了。实际上，这款战斗机在现在的俄罗斯仍然服役。它第二个传奇呢，就是和老美干上了，那可是硬碰硬啊。俄乌战争以后美国就在这个黑海上空开始侦察这个战况，他当然也得学习一下现在仗怎么打的呀。于是这个俄罗斯他就上了苏两期，开始对美国的死神无人机进行驱离。美国也没尿他这一壶，就不管。然后呢，这个苏两期直接使出了他的昏招，他向这个美国无人机喷射了燃油，把你那个摄像头给你喷了，让你再侦察。然后呢，直接就开始撞，把美军的无人机撞向了黑海。当然了，那时候是拜登时期他并没有进行激烈的对抗，也就算吃了个哑巴亏了。谁让你在那个敏感区去飞呢？这两个传奇你就清楚，苏两期绝不是浪得虚名，无论是参数还是真实的性能它无愧于主战战斗机。不然的话，现在乌克兰、中国、俄罗斯还仍然有这个4代机的服役。那你清楚这款战斗机居然这么厉害，那美国是怎么得到的呢？事儿就发生在今天我看的最新文章，它发布在国家安全期刊上面，昨天刚刚上的新文章。它呢通过解密文件，你就清楚，美国它也用这种36G 里的瞒天过海，它拿到了2架。在这儿我必须说明一下，世界军贸史上它有一个铁律，也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。如果我卖给你飞机，你要签署这个用户协议，你可以退役，但是没有卖主的允许，你不能转卖。为什么呢？是为了防止这个技术被敌方给外泄了。那很多原来买苏系武器的国家后来投奔了美国，但是他仍然没有把苏系武器交给美国。什么原因那就是美国也在想，你有一天能出卖了前苏系的武器，那有一天你跟我断交了，或者是关系交恶了，你会不会把我的F-15、F-16也给了这个俄罗斯呢？所以说一般的国家通常都不会出卖。既然这条铁律在，美国就得想办法了，而这个机会就来了。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10几个加盟共和国，只有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保留了苏两期王牌战斗机。但那时候乌克兰、俄罗斯经济都遇到了困难，你养这么庞大的军队没有意义，就连这核武器乌克兰都放弃了，那你要这么先进的战斗机有啥用啊？所以说他赶紧是变现吧。而这个时候美国人就捡了一个漏，因为按照当时的价格，它一般在2500万到4000万美金这么一架。实际上美国用一家私营公司以500万美金的价格就买了2架，合计就付了1000万美金。那为什么卖这么便宜呢？那就是在2009年乌克兰的经济遇到了困难，想办法把军事资产进行变现，而美国伊利诺伊注册了一家这个民间的航空公司，它主要是做那个飞行表演和娱乐的。他说我想买这个，而当时苏两期这是教练机，直接买了2个。当然了，乌克兰也不希望这种事儿让旁边的邻居俄罗斯知道，他们呢先把这飞机给拆了，拆了以后呢，用安124运输机直接运到了美国，然后呢到美国再重新给装上的。实际上只有这个2个国家知道，当时这都是保密的。好，一方得到的钱，一方得到的飞机。那在2011年，也就是2年后，这家企业就神奇的破产了，注销了，所有的账目你找不到了。
那这飞机去哪儿呢？据说是卖给了一个私人收藏家，而实际上这个已经被美国空军拿到了51区进行训练。不是2架吗？其中一个又渺无音信，你都能想得出来，它一定是被拆解个七零八落，然后呢挨个用放大镜来量，然后进行测试。一个就那么拆了，那另外一架就当做了训练机。因为美军你要研究这个苏系的王牌武器，你必须得看看真家伙，然后呢飞一飞，看这种飞机有什么优势，有什么缺点，雷达的参数，然后那个飞控系统，头盔怎么设计的，气动布局，这个是从内到外研究了一个底儿调，然后让美军 F-15、F-14、F-16的飞行员，你还得飞这个飞机。因为有一天你在上了战场，对方可能就是苏两七，你飞完了以后，你就知道它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啊？你看这种瞒天过海啊，直接让美军获得了2架苏两七的真家伙。从此以后，美制的飞机一直压着苏系武器一头，因为你后期这个苏30啊、苏35啊。都是苏两七的衍生品牌，因为这个气动布局啊太棒了，你超不过它，你只能在上面研发，或者说呢给它增加一些什么涂层啊，增加一些什么航电系统啊，这种升级啊是枝稍末节的主件，没有变化。既然你底儿都已经让美国空军知道了，那美国空军当然设计的比你要技高一筹了。事实上，美国这么干啊，中国他早就这么玩过了。那这就是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来历。我简要给大家聊一下啊。91年苏联解体之后，有一个瓦良格号正在建造，刚刚建了60%，没有任何作战能力，也刚刚把这发动机装上，就是一个壳子。乌克兰啊，弄不了了，不要这个，那想办法处理吧。有一家澳门的旅游公司，它叫做创绿娱乐。他说了，我想买你这个破船，我拿去啊，在公海上开一个大型的赌场。因为那时候呢，有一些身份不方便的人呢，他不方便去澳门赌场，但是他可以去公海，就是有钱。公海也没人管嘛。那乌克兰呢就觉得这2000万美金值啊，要不谁要这个？这玩意儿没有任何战斗力。所以说啊，他就卖了。当然了，在回国的过程中啊，充满了曲折，一直到1998年的4月份才开始运，然后呢，2002年才运到了大连。这个曲折都可以做一期节目了，因为土耳其啊就不放，他说你这个可能会把我们海峡撞坏了。狮子大开口，向中国要了很多的好处，最后中国通过一些其他的勾兑啊，终于把这个土耳其说服了，过了以后啊，没有走苏伊士运河，因为他也担心埃及顶不住压力呢，再卡尾道，所以他是整个绕了南半球的非洲，都绕到了佛得角了，然后都快到南极了，再到印度洋，过马六甲海峡到了大连，1年多啊才到了。10年以后，咱们再看这个航母，它已经具备了战斗力。正式服役是在2012年9月25号，经过10年的翻新、修补、安装战斗部，它已经具备了起降战斗机的功能了。你再加上什么护卫舰、补给舰啊，它是能打的。如果说你现在放在世界上，这个战斗力呢，也应该算是2流和3流水平吧，总比那些没有航母的国家强得多啊。那这个买卖划算吗？对于中国来说啊，非常划算。2000万每年算什么呀？因为如果你真的要研发一个新的这种航母啊，至少20年时间，然后呢，再加上200万人民币的投入，你才可以研发。当然，后来那个拿到航母以后啊，这个图纸，这乌克兰说我不卖，我卖给您只有船，不卖图纸。图纸呢，另出500万美金。
那时候中国犹豫了一下，500万不容易啊。但是突然听了一个消息，乌克兰说，这个我们的邻居俄罗斯他也想要这个图纸，他可能要设计新的这个航母。中国一听这个，这已经不是钱的事了，机会稍纵即逝。他们是连夜坐飞机飞到了基辅，直接写支票给你钱，然后呢图纸拿过来，再加上他们曾经拆下来那些管线，一瞬间$1000万拿下，回来直接安上它就能动了。所以说乌克兰那时候缺钱的时候确实获得了他们雪中送炭的资金，中国当时也获得了不用从零开始建设航母的机会。通过这2件事儿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大国之间，哪怕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，想获取对方的武器装备也得用这种瞒天过海的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这就是兵者诡道也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关注大卫中情局军情局不是中情局，别搞混了。咱们每天都会更新。明天呢，我想聊一期这个中国，它也有一个51区，据说最近要研发这个核试验，它到底真不真搞呢？明天您打开小铃铛，咱好好聊聊。再见。